哎呀，没到时辰呢，快了，快了！再等等，再等等，就快到50了啊！50已到，肩膀，肩膀，别急。好了好了，少爷，十二，扶起来，快等一下，好了，小娘，好了，扶回去，来上车，先上车，来，走，快，十儿，咱们回去了，上车。只怕今日庄府又要生出一场热闹。菩萨保佑啊！保住了池儿的性命。若日后再不能可考入仕，那咱们便不考了。只要能好好活着，那就是福气呀。他惹上这种祸事，不仅自己仕途全毁，我也有漏提嫌疑。如此丢脸出城，这叫我今后在京城官场怎么见人呢？作孽呀，真是作孽呀！小娘，十儿，小娘在这儿呢。啊，十儿受苦了，一切都过去了啊。爹爹跟小娘已经把你接回家了。二姐姐呢？你二姐姐在祠堂罚跪呢，你先别担心她了。啊，爹爹为池儿做主，是庄寒夜。寒夜？前几日我被绑在大理寺门前，想了许久，是庄寒夜，是他陷害我，是他暗中调换了何文神的文章。四弟为何如此空口白牙，诬陷于我？你还敢来？我问心无愧，为何不敢来？十儿，你有何冤用内情？怎敢不分青红皂白就指摘你三姐姐？那日我和二姐姐拿到了文章，便回了府中。那天晚上，只有你到我房中来过。寒烟，你当真去过？嚯！少爷，三小姐求见。你来做什么？四弟乃庄府唯一男丁，近来每日温书至深夜，可别累坏了身子。这是我亲自下厨做的糕点，四弟熬夜苦读时可尝尝味道。滚！别来惹我烦心。那天入夜，我确实来过巩同院，还送了糕点与四弟，但却吃了个闭门羹。四弟连房门都未让我踏入一步，我又有何神通来替换你的答卷？莫不是我会使什么法术不成？你撒谎！爹爹若不信我，可将巩同院丫鬟小环叫来，一问便知。爹爹，您不要相信他的鬼话。那天在茶陵酒家，我被人灌醉了酒，一时糊涂，才将小考拔得头筹一事宣扬了出去。当时为何你也在酒肆之中？这一定是你设的局。父亲，那天我去茶陵酒家，是富家姑爷邀我前去吃茶，此事他可以作证，酒楼老板更可以作证。满口胡言！既然四弟提起此事，我也不必再替你遮瞒。那日酒肆偶遇，你大庭广众之下，
对我拉拉扯扯，满口污言秽语，甚至还说什么要做主将我嫁与尤家公子，叫我们当夜便去圆房，惹来哄堂大笑。此事你可还记得？那日我本想禀告父亲，但却怕叨扰父亲心烦，又怕四弟回家受罚，这才独自咽下了这屈辱。你今日还要用此事再来攀污于我？你当真做下这等丑事？父亲，他颠倒黑白，他故意激怒于我，他故意陷害我。父亲，你要信我。是，我知道，只因我入府归家，搅黄了四弟婚事，你心中怨我恨我，我全都认下了。你向来急功近利，好逞威风，却万万不该在科举一事上做手脚。这考题不是我从父亲书房盗来，这文章更不是我从何公子手中骗来。四弟闯下如此大祸，不但自己前途尽毁，更连累庄家因你蒙羞。你却仍不知悔改，还想将这罪责推诿他人，实在愧对父亲谆谆教诲，更是愧对庄家累世清誉。妖淫惑众，就是你害我！住手！说实话！家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畜生？老爷莫要动怒，侄儿烧糊涂了。我看是我烧糊涂了。我当年怎么把你纳入家门，生出这么个孽障？爹爹，你不疼我，你为何总是护着他？我才是你的儿子，我是咱们庄家唯一的子孙。爹爹，庄家没你这样的孩子。既然您不要我了，那我走。我走。侄儿，快叫大夫！快叫大夫啊！完了，咱们庄家完了。你醒醒！你们挖一个挖棺坟，将我生埋了吧。叶世阳，你可别气坏了身子呀！怎么会如此不小心？一点皮外伤而已，我从未想过要害他性命，更未想过此事会闹到宫中。但你是没有看到他此前的嘴脸。得知自己对策被圣上青睐，便急忙来逼迫于我，说若来日为官入仕接管庄府，第一件事便是将我和母亲赶出庄府。这么一来，你与这位姨娘便算是把一切都挑明了。我从未想过此事会闹到宫中去，但也是时候了。三小姐，周姨娘来了。姨娘可有闲情，与我对弈残局？三小姐既然开口，妾身自当奉陪。请。姨娘不去照看四弟，怎么有空到玉竹轩来？老爷有令，将你的四弟还有二姐姐都送到城外的庄子上去了，还说过年也不必回来了。城外幽静，四弟正好养病。三小姐，我从你母亲手中抢夺来这掌家之权，你一定恨毒了我吧？是母亲有错在先，韩燕怎么敢啊？况且姨娘掌家以来，咱们庄府蒸蒸日上，愈发红火，整个京城人人交口称赞，这全是姨娘的功劳。事到如今，何必再说这些漂亮话？会馆的祭祀一过，只怕这掌家之权又要落到三小姐手里了。周姨娘，我怨恨你，并非因你诬陷夺权，
我入府第一日，你便挑唆四弟与我作对，为了将我赶出家门，你又暗中招来段天师，步步紧逼。连我去一趟裘梅园，你都要为我穿金戴银，想让我当众出丑。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你全都忘了？可是三小姐，你好手段，你总是能险中求胜，我也没落得什么好处啊。可还有一件事，我却毫无还手之力。什么？17年前，我不过是个襁褓婴儿，却被诬为赤脚鬼临门，连祖父的死都要归咎于我的身上。我被送去儋州，与生母分离多年，不也全是拜你所赐？我执意回京，一来是想寻回亲眷，二来就是为报当年血仇。三小姐，你归家以来，生母却是最容不下你，你就不曾怨恨过她？从未。我才不信。你自然不信，否则你也不会将二姐四弟教养成这副模样。周姨娘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但却有一件事犯了糊涂。你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将所有苦楚都独自咽下，把所有风浪都挡在自己身后。但你可能护他们一生一世。你应该明白，世道艰险，人心叵测，惯子如杀子。若是母亲将孩子娇惯成了不堪一击的蠢货，他们又该如何入世求生？三小姐，主母待你如此狠毒，那你倒要谢谢她了。母亲待我并不算慈爱，我若因此谢她，未免成了愚孝之人。但我也绝不会因此恨她，因为我明白，正是因为从小经历过太多艰辛苦难，所以我才能在今天成为胜者。三小姐，乾坤未定，现在论成败，未免太早了。周姨娘，我又赢了。一局溃败便再来一局，这世上从来没有常胜将军。姨娘还有什么高招技艺，尽管将使出来，韩燕奉陪到底。主母，三小姐这局赢得漂亮，可谓是釜底抽薪。周如茵这些年来全仗着庄宇池是家中唯一子嗣，这才立于不败之地。可如今，这位少爷是前途尽毁，他便再也没了倚仗。我却没想过，他竟能翻出如此惊涛骇浪。主母，您是担心三小姐安危？与个人纠斗已久，自己也深陷泥潭，我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主母，言重了。这孩子性子执拗，却有几分像我。我是怕他卷入太深，未来更不好脱身。主母，宇文先生从儋州回来了，这是他给您的密信。姨娘，张寒夜能设下这一局，必定有人暗中搭手。您意思是蒹葭阁的那位？这些时日，我一直盯着蒹葭阁，
这母女俩再也没会过面。那您的意思是谁呀？这京中之人与他走得最近的，就是咱们家那位大理寺的姑爷。哦，对，是不错。哎呦，二小姐因此吃了多少飞醋？你说这从儋州请来的那位，是时候要见见了。啊，唐嬷嬷，你现在就去一趟义南会馆，帮我请个人来。是。谁呀？杨平。与我传信之人，便是你。近来事务繁冗，终于得空与您相见，实在是怠慢了杨公子，还请恕罪。请。你若再不露身，我可都要回到儋州去了。杨公子，这损耳破相之仇，难道已经放下了？自古以来，为官入仕有申言书判4项准则，就因为我这半只残耳，让我连乡试都未能通过，如此深仇大恨，我怎能放过他庄寒夜？你看什么？妾身失礼，杨公子您莫要动怒。此前您说有一位亲戚在府衙里当差，手中有张林有昌夫妻的验尸文书，不知是否带来？自然是带来了。那我有几分好奇啊，你是如何判断是庄寒燕行凶杀人？此前我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毕竟是个16、17岁的小姑娘，哪有这个胆量？这个念头在心中转了转，也就撇下了。可是，你现在再看咱们家这位3小姐，杀人越货、栽赃诬陷，她可有什么不敢？这可是杀头的罪名，你当真让我去揭发她？我若不杀她，只怕她现在就在算计着如何要杀我了。杨公子会想到去府衙看验尸文书，想来也是有所怀疑。据说此案是海匪行凶，我却坚决不信。放眼整个儋州，找不出比南章更穷的地界。他们来想什么？皇家的破渔网，还是赵家烂锄头？南章镇从未闹过匪患。有是有过，不过10年不见一次，怎能这般干巧？如此说来，这海匪杀人只是3小姐一家之词，并无实证。那府衙的文书上又有什么可疑呀？夫人，先说个价来听听吧。100两，如何？我这进京一趟，路费可花了不少。那150两，再多我可真拿不出来了。200两。好，那我去变卖一些金银首饰，尽量给你凑足，可好？3小姐，请留步。你又来做什么？3小姐紧张什么？莫非这玉竹轩藏了海匪逆贼不成？傅大人想搜吗？那就先拿出搜查令书出来。3小姐，你先不要生气，大人方才是在逗你呢。此次前来是因庄宇池受了刑罚，恰好又是由大理寺负责惩戒，大人这才让我买了些伤药前来慰问探视。那姐夫是走错路了，你应该到广同院那边去。周如因今日午后在广院茶楼见了一个人。傅大人为何知晓此事？你已知道他见何人？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我难道要坐以待毙？3小姐算无一策，倒是我多事了，告辞。等等，
我虽知他们二人私会，却不知他们具体密谋何事。你可打探到了？京城茶楼酒馆众多，不是每一家都有我大理寺眼线的。赶狗不入穷巷的道理，三小姐你是明白的。如今你在周如茵的心尖上剜了一块血肉，她自然不会饶过你。你还是先想一想，有无把柄在杨平手中。傅大人，为何如此帮我？儋州凶案，我有包庇之嫌，不想受你牵连，你好自为之。想清楚了没有？杀还是不杀？柴静，你还记得吗？杨平早年丧父，母亲以织网为生，那双眼睛熬得昏黄浑浊，海风一吹便要流泪。那又如何？杨平母亲苦熬多年，终于养成一子。此次他只身进京，家中老母必然满心担忧，盼着归期。若送回去的是具尸首，你这是妇人之仁。妇人之仁。在我看来，却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德行。此话何解？古今多少大丈夫，为了所谓的宏图伟业，为了争权夺利，将人命视为草芥，在这人世间挑起无数战乱纷争，却能博得百世流芳、万世美名，这才最为可笑。若是他们能多一分妇人之仁，那这世上便能少一条无辜冤魂。明日是义南会馆大期，你就不怕他们联手发难？取个折中的法子，你今夜将他绑了去，关在你的住处。等祭祀结束之后，我去与他会面。此人十分贪图钱财，若能解仇释冤便好。若是不能，便再寻他法。好。今奉天地之令，聚众门生，重祀神君。神君乃智慧之源，才情之祖，指引群生于迷津，启迪智慧于明蒙。吾辈谨以诚心，备香花酒礼，向神君祭祀。愿神君垂鉴，降赐智慧之光，启迪群生之心灵。逼吾辈于学术之途。
降临此间，洒甘露于九州，垂碧佑于寰宇。吾辈当怀敬畏之心，承先贤之智慧，感神君之恩德。礼记承袭，神奇行兮，举驾惊兮，声誉惊兮，遥翔珍兮，永和平兮。怎么回事啊？如音，辛苦了。都是妾身应该做的。这是何物？为何不拿到殿上去？老爷，佑昌夫妇本就是义男人士，又有代老爷和主母将三小姐养大的这般恩情，如今他们故去许久，想来儋州也并未设下灵牌。我便想着趁今日祭祀大礼，将他们二位也供奉到大殿之中，也好积累福德，让他们早日脱离轮回之苦，往生极乐。如是甚好啊！倒是我疏忽大意了，还是如音有心呢。佑昌夫妇名下并无子嗣，唯有三小姐从小承欢膝下，虽未血脉相连，但也是最亲近的。不如便由三小姐将这灵牌请入到大殿之中。也是，韩燕深受书神养育之恩，也该由韩燕来代劳啊！啊！是，书婶待韩燕犹如亲女，他们的灵位也该由我来供奉。你当真要我在会馆祭祀之时，指认庄寒燕是杀人凶手？你不敢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疑啊，总觉得近日有人在暗中监视着我，只怕在接风宴上这么一闹，已经打草惊蛇。你放心，京城乃天子脚下，难道还怕他把你绑去了不成？不如验尸文书，你暂且交给我保管，明日我再还给你。庄寒燕，你站住！狼儿，你这是做甚？你松开我！沐风，此人扰乱祭祀大典，将他拖出去。你们俩果然是一伙的。庄寒燕，是你杀了张佑昌夫妻二人，是你杀了他们。各位老爷，各位大人，我有冤情要揭发，快让他放了我！放手！把话说完。老爷，大人，张佑昌夫妻二人，并非死于海匪，而是庄寒燕杀了他们。你这丫鬟，你在这胡言乱语什么？是啊，若无实证，不能乱说呀。我当然有证据。
庄寒燕，是你亲口认罪，还是我来替你说？我无罪可认，但你如此搅乱祭祀大典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怕我还要问你一个诬告之罪。郎儿，你是因我才被赶出庄家，即使你心中恨我，也不该拿此事污蔑于我。这些便是证据。这是什么证据啊？自从你回到京城之后，你便口口声声说张佑昌夫妻二人与你相处和睦，一家人相亲相爱，他们对待你犹如对待亲生女儿一般，是不是？那又如何？你还是不说实话。我被赶出庄府之后，便去了一趟儋州南章镇，四处走访询问，这才得知你从小就受这对恶叔恶婶欺凌虐待，你早就恨透了他们，满身伤疤便是铁证。你一个孩子在胡诌什么？多年以前，庄寒燕出逃家中，头破血淋躲在林家，可这张佑昌追了出来，拿了一张渔网把他套在网中，一路拖回家里，惹得许多人都来看热闹。住口！已故之人，岂容你空口污蔑？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，庄寒燕她绝非善类。就在去年，有一次，庄寒燕被打急了，竟夺了砍刀，在家中乱砍。幸亏当时张佑昌躲闪及时，即使是这样，还是被砍下了半根小拇指来，否则他是要出人命的。此事当时闹得太大了，县衙捕快全都来问过一番，一定也有记录在案的。寒燕，他所说的，可做得真呢？此事不假。叔婶待我恶毒，我亦对他们恨之入骨。我将这些过往瞒下，一是心知叔婶已故，往事已矣，不必再去损伤已故之人的声誉；二是父母自小将我送去儋州，我若如实禀告，倒像是在责问怨怼父母，只会徒惹家人内疚伤心。如今既然得以归家，又有亲人相伴，那些过往仇怨，自然应该放下，否则就是自我折磨。既然你还不认罪，那就请大理寺傅云溪出来说句话吧。前些日子你亲临儋州彻查此案，却说是有什么海匪作乱，可南章镇偏僻贫瘠，怎么会有海匪作乱呢？你是有心包庇。此地并非公堂，你亦非官吏，我没有义务和你说。我大理寺官差，岂容你如此出言不逊？你口口声声要举报他人，可有何实证啊？我自然有证据，这便是儋州南章镇县衙之中仵作验尸的文书记录。这文书之上清清楚楚记录，张佑昌夫妻二人虽然身有刀伤，却是死于尖锐利器扎穿脖颈。仵作根据伤势推断出，这行凶之人竟是一个身高5尺有余的女子。而这凶器，或是一只发簪。庄寒燕，你还不认罪？寒燕，他所说的，你以此便认定是我杀人？难不成儋州只我一名女子？难不成儋州只我一人带有发簪？那便要问问傅少卿了。此案疑点重重，你可有如实上报给大理寺啊？若普天之下每一桩案件都要上报大理寺，难道由你来办吗？今日乃会馆大忌，不便在此争辩。既然此案还有诸多疑点，即刻将庄家嫡女庄寒燕押入大理寺待审。庄大人得罪了。严大人，万万不可呀！严大人，此案今日交由本官亲自审理，大理寺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
这一套刑具用下来，即便是黑风寨的绿林好汉，也得俯首认罪。姑娘，还是快些招了吧，至少能免除一些皮肉之苦。按大理寺律令，嫌犯受捕入狱，着先行审查，若不吐露实情，再上12道大刑。你凭什么对我用刑？懂得倒是不少。到了我大理寺刑房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住手！穆司职有何吩咐啊？傅大人的意思，通融一下。傅少卿也敢来掺和这宗案件，可此案现在由严大人亲自主审，我拖延不了太久。明日再审，可好？最晚今夜子时，否则我也不好交差。行，那就自时。不要轻举妄动。大人再想办法。大人，朗儿口供已签字画押，现在人已经走了。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他背后有人指使。定不会再松口，没必要与他耗费时间了。那这庄家3小姐，咱们还救吗？今日庄家连遭大难，保佑韩嫣避祸归家，保佑佑昌的案子早日水落石出。老爷，3小姐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儿的。这大理寺刑狱，连阎王进去都要掉半条命，我不该早些年把韩嫣送去儋州，这些年让她遭了多少罪啊！有傅家的姑爷在，想来他们不会过于为难3小姐的。朗儿这丫鬟现在何处？妾身也不知晓。实在想不到，当初因为3小姐把她赶出家门，她竟然是个如此的倔性子，竟然跑去了儋州。她既存心报复，想来是不会再见我们了。老爷，不如您再出去走动走动，看看是否还能再疏通一二。对，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3小姐身陷大理寺牢狱，疏红没能完成主母嘱托，照看好3小姐，请主母责罚。起来吧，我都已知晓。主母，您救救3小姐吧！大理寺最善严刑逼供，即便是冤案也要坐实。自她归家之日起，我便安排你在她身旁随侍。你来说说看，她当真是被冤枉的？这，奴婢不敢妄言。要我说，此事不假。主母，现在不是论真假的时候，您快救救小姐吧。我并不打算救她。主母，我想方设法，想让她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可她半句也听不进去。正如我当年一模一样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就得自个儿去撞那个南墙，撞得头破血流，肝胆俱裂，撞得骨肉离散，家破人亡，才会知道什么是疼，才会就此回头是岸。即便是我今日救了他，日后也一样是死路一条。可是，即便主母为3小姐记忆深远，也得眼下先活下来再说。淑红，
暂且不必为此事忧心。方才主母得闻今日会馆变故，心中并不确信，便去玉竹轩探寻三小姐踪迹。可三小姐在大理寺牢狱，并不在玉竹轩。我自知道，他房中之人自会救她性命，只是可能她要付出一些代价。房中之人是谁？站住！我有事要问你。今日会馆到底怎么回事？儋州凶案一事已经暴露，此案已由大理寺卿亲自审查，我也不得插手，所以才来找你。你要问什么？庄寒燕为何要杀书生二人？误杀。前因后果告诉我，我要知道有没有转圜余地。我不知道。那日我去寻他，入院已是满地狼藉，2具尸体横在地上。你从未问过他？他有何吩咐指令，我便拼命去做。但他不说的事，我也从来不问。我们2人向来如此。他现下人在何处？大理寺刑狱，今夜子时便要受12道大刑。若他认罪，是何下场？残杀亲眷，有悖人伦，重刑，5门外凌迟。那夫妻2人只是庄家故交，与庄家并无血缘。若非周如因使计，让他当众将2人灵位送入会馆大堂之中，或许此事还能分说。可眼下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自首。人是我杀的。你可知道，大理寺12道大刑都有什么？斩指夹棍、挑筋剥皮、断手越足，你就不怕？左右不过一死。他值得你如此牺牲？没有值不值得，能救他便好。你这般忠勇，我属实钦佩，但你现在贸然前去自首，太假了。你有何办法？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。你心意已决？是。庄寒燕有份口供记录，海匪共有7、8人，面目并无其他异样，个个身穿藏青衣饰，身上还有古怪刺青。我还有一事相求，请说。不要告诉他，是我。但我要知道，你究竟是谁，与庄寒燕什么关系？赶紧的吧，最后一个了。庄家3小姐，子时已过，该受刑了。传大理寺卿口谕，儋州凶案真凶已落网，庄寒燕即刻解押释放。
有关身世的记忆早已模糊，不知自己生于何地，更不知父母身在何方。自记事起，我便在船上讨生活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不知道什么叫感情，只知道什么叫交换。老船主给我食物果腹，给我床铺栖身，他便是我的主人。我要对主人忠心尽力，即便被培养成一个杀手，我也要成为主人手里那把最锋利的刀。你做什么？你是？这是哪儿啊？我叫柴青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庄寒燕，他们都叫我赤脚鬼。你有吃的吗？你慢点儿。你手上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婶婶要把我锁起来。你别怕，来，给我手。我在海上漂泊多年，本以为此生都将与世隔绝，却未曾料到，竟会与他结下这样的情感和羁绊。
再往前走半个时辰，就到京城了。你已经自由了，为何非要再回庄府？那里是我从小魂牵梦萦的地方，至少我想看看我的家是个什么模样。你当真不愿跟我去海上？柴静，我知道你不习惯路上的生活，你自行离去吧，不必被我绑在身边。我能照顾好自己。他救我一命，帮我疗伤，给我食物充饥。是他让我知道，我的生命并非草芥蝼蚁。那几年里，他虽视我如姐妹，但我自知，他是我的新主人。他若想摘星，我便剔骨做梯；若有人想害他，我便是他身前最坚固的护盾。无论他想做什么，我必竭尽全力帮他护他，直至死去。说话！你的海匪同党到底藏身何处？老子倒要瞧瞧你的嘴有多硬！后悔吗？我不后悔。小姐，你醒了，我这就去通报老爷。别，寒燕，醒来便好，醒来便好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！三小姐福泽深厚，在海匪的刀下都能逃出来，这大理寺便是阎罗地狱，咱们也是不怕的。哎，瞧我高兴的，竟忘了问，这大理寺缘何突然将你放了？那官差话也不说分明，其中内情缘故，女儿一概不知。是否给你动刑了？哎呀，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？一点小伤而已。寒燕不孝，让祖母、父亲担忧。哎呦哎呀！三小姐，可得好好歇着。刚从鬼门关里闯回来，可不能再累着了。父亲，啊，寒燕今日累了，想早些歇息。也好也好，话留到明日细讲。母亲，你也先回去歇息吧。好好歇着啊。老爷，傅家姑也来了。凶犯果真抓住了。昨日会馆大忌，无关人员太多，我不便当场说出真相。其实儋州海匪一案，真凶早已落网，只因此案会与另一机密要案有所关联，我才秘而不发，暗中将真凶关在他处，细细审问。此事如今却闹大，我与三小姐的声誉遭到损伤，我也不得不将此人交由大理寺查办。姑爷所说的机密要案是？暂不便告知。下官多言了，恕罪恕罪。多亏了姑爷惩凶断案，佑昌夫妇大仇得报，我女寒燕也得以洗脱污名啊！哎呀，下官不知该如何报答呀。
岳父大人言重了，若无他事，我就先行告退了。那我送送你。傅大人，那真凶是何模样？当真是个女子？确如三小姐供词所言，是海匪作乱，其他暂且无可奉告。韩燕自从回京，儋州凶案便一直悬在心里。前日，当着菩萨神明列祖列宗，又被狂语攀污，我是杀害书神的凶手。韩燕心中委屈，自难言说。所幸如今案件查明，嫌犯落网，我乃唯一目睹儋州凶案的人，于情于理，也应同大人前去大理寺做个明证。韩燕说的在理啊，那不如暂且不必。大理寺办案自有流程规矩，若需要三小姐，我自会来找。姑爷，我送送你。姨娘，郎儿那丫头她被赶出庄府那日，我便吩咐她去儋州探查。她能将杨平寻来，也算大功一件。你呢，多给她准备一些盘缠，让她悄悄地出京。今生啊，别再回来了。是。陶嬷嬷，你说，那张佑昌夫妇，当真是被海匪所杀？我看未必。三小姐绝不清白。可是他说真凶已经落网，莫不是随便寻了个人，被庄安燕顶替罪过？可是大理寺卿严大人向来严厉，他怎么会被如此蒙骗？是，还说此案与另外一机密要案有关联，真是不清楚啊！他们在耍什么花招呢？周姨娘好算计，知道我被庄寒燕盯上，就将我弃之不顾，过河拆桥。杨公子，你又多疑了。那日我可是苦等了你许久啊！如此鲁莽行事，还让庄寒燕那小娼妇给逃了。反正我把验尸文书给你了，我们说好的银子今日可带来了。这可不够啊！你只做了一半的事儿，自然只有一半的价格。这同乡的举子说有卖官鬻爵的门路，得300两才够。可这囊中实在羞涩呀！这与我何干啊？如果姨娘不能把这银子凑齐，那我可保不准说出什么话来。这义南会馆这么一大闹，让庄家蒙羞丢脸，确实有人在背后指使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此番筹办义南会馆的这个大计，又逢春节置办年货，账房早就入不敷出了，我哪来的200两银子啊？姨娘在庄家受宠多年，如今又执掌钟会，自然会有办法的。最晚明日，把银子送到这个会馆来。我知道你这个毒妇手段狠了，早就留有后手。如果你敢在暗中害我的话，此事一定会传得沸沸扬扬，满城皆知。在下告辞。你下去吧。三小姐早些歇息。
站住！你是何人？庄家三小姐庄寒燕，求见傅少卿。傅大人公务繁忙，今日不见客。劳烦官爷通传一声。傅大人一早通传，今日不见客，三小姐还是请回吧。哎，刑案重地，不可擅闯。三小姐得罪了。大理寺昨日捉捕的海匪，姓甚名谁？是涉机密要案，恕难相告。大人近日可有见过柴静？柴静是谁？我不认得。傅大人，你今日在庄家所言，全是谎言，是也不是？你明知柴静无辜，却将她诬为凶犯，下狱受刑，是也不是？你身为大理寺少卿，知法犯法，其罪当诛，是也不是？儋州凶案是我所为，张有昌夫妇是我所杀。我今日来大理寺，只为自首。请傅大人将无辜之人奉还，我以命相抵。傅元贤，你放开我！他是自愿入狱，我并未相逼。你若再这么闹下去，非但救不了他，你们两个人都要死。那可有办法救他出来？他已在诏狱认罪，再无翻供可能。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？事到如今，你我都不必遮掩说谎。儋州凶案事由经过，还有什么内情，你现在全都告诉我。听张有昌说，他出自贫困之家，自幼苦读圣贤书。他自称满腹经纶，学富五车，却屡试不第。眼睁睁看着我父亲庄世阳这种庸才平步青云，对其隐恨许久，却连带着将我也一起恨。这些年来，他日子过得并不顺意，性情也愈发暴戾。又因妻子迟迟不能生育，动辄便对他拳打脚踢。而这位婶婶受了气，又将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。从小到大，我在那个家中受尽折磨，犹如身处地狱。这一切我尚能忍受，可就在我17岁生产那时，钱都花哪去了？干什么？值钱的东西都被你藏哪了？给我拿出来！没钱了，钱全给你败光了。还有什么值钱东西？你有本事你就把我卖了。
谁要你这臭婆娘？你买它呀！它值钱，白白给人家养了17年，一点好处没捞着。把它埋到窑子里去，你就有钱买酒了。那一瞬间，张永昌看向我的眼神，让我至今脊背发冷。快，按住他，拿绳子来！你想跑？你还能跑到哪儿去？过来！听话，听话！这些内情，你为何现在才说？杀人终究要偿命，大理寺法规律令，可会怜悯我的苦衷。我一无证据，二无证人，若只空口白牙申辩，儋州的官差谁会信我？你和柴静到京城来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入京第一日，对你说的便是真话。我只是想活着，想要有一个家。大人肯信吗？于你而言，什么才是家？有血脉相连的亲人在身边，便是家。若无血脉相连，便不算是家吗？那样的家我也曾有过，在儋州，在南城。那不是我想要的家。大人想知道的事情，我已尽数告知了。现在便签字画押，将我押入刑狱之中吧。你当真愿意一命换一命救出柴静？我愿意。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柴静与其同伙流寇海匪，与裴大福相识，并曾以海船助其运送赃物流通至海外。因此，我将其抓捕归案之后，才秘而不发，意图通过他找到裴大福义子的下落，还有那些赃物、钱财的流向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若不将儋州凶案与裴大福义子一案混淆一处，严大人怎能信我一面之词？但也正是因此，柴静才更难活着走出大狱。严大人来了，还请三小姐快些回去吧。你在京城为官多年，更是大理寺副手。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你当真没有办法和机会能够救出柴静？我的过往一切都已向你全盘托出，但你还藏着许多秘密。你我初见那一日，你就已经看穿我所有的谎言和伎俩，
甚至远赴儋州拿到了那支法差。但你却并未将我抓捕归案，反而处处帮我。我被庄雨山陷害，是你提点我该如何应对。我被困蒹葭阁，险些被迫嫁人，是你及时将我带去大理寺脱困。就连我惹恼周如音，也是你提前为我筹谋，暗中盯着杨平的一举一动。还有段天师入府作乱前夜，我在蜡烛中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也是你做的吧？是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总该有个缘由。你觉得是何缘由啊？他藏起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归人。夜幕沉沉听远声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我知道，我没有资格求你帮我。如若傅大人不嫌弃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这就是你最后的办法。除了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，我已再无筹码。傅大人几次三番护我周全，我也想不到其他原因。这些都是儋州留下的。是。你可还记得，你归家第一日我便和你说过，这里是京城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现在呢？我后悔，后悔我不够强大，不能救他。我可从来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你当真心甘情愿？我愿意，只要你能帮我。你知道我不会，你是在逼我。那我成功了吗？我尽力一试，但你做好最坏的打算。
小姐，您这一整日都还未吃过东西呢。我没胃口，你先下去吧。快去上报！好，走。老爷，后日便就是除夕了。你说这阖家团圆的日子，家里面这总是冷冷清清的，不太好吧？好在祖宗保佑，这劫难总算是渡过去了。明儿啊，你就把池儿和雨山接回来吧。多谢老爷，妾身以后一定好好管教这2个孩子。姨娘，姨娘。老爷姨娘，刚才在外面有传言，说是昨夜在大理寺那个海匪啊给死了。死了？那他可吐露清楚了，案子可结了，别再又牵扯到韩燕身上来。那这个老奴就不太清楚了。我出去打听打听。恭喜三小姐，儋州的凶案已经了结了，您从此就清白了。了结？三小姐还不知道，那个女海匪全都交代了，昨夜死在了大理寺的狱中。你从何处听来这些疯话？这外面全都传遍了呀，怎么是疯话？果然。你和那个海匪是同伙，是你们联手杀死了张佑昌夫妇。你在诈我？那倒没有，不过呢，人确实是死了。我听说那女子啊，昨夜在大理寺的狱中受了一整夜的酷刑折磨，手啊脚啊全都断了，头皮都被扒下来了一层，完全没有了人样。唉，三小姐，你跟那个海匪是怎么认识的？他竟然甘愿为你去死啊！张海燕，你敢动我？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。我为何不敢？姨娘没事吧？柴进在哪儿？我已暗中送出京城。他还活着？是。我要去见他。你先冷静，
别乱了阵脚。但没了旁人耳目，我再来接你。柴静。 为何伤成这样？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若非重伤至此，怎能蒙混过关，将他救出来？你不要动，好好躺着。我的手废了，以后拿不起刀，不能护你。对不起。你说什么傻话？是我对不起你。 我不该让你跟我一起来京城，是我错了。要自己拿起刀保护自己。你好好养伤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，可好？你我初见那日，我问你。 叫什么名字？你说你叫赤脚鬼，我的鞋才差点被你偷了去。我们一起在海滩上持脚而行，走了许久。你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。如今你有了家人，不用再赤脚而行。 便足够了，柴静，我早已将你当做我的家人。我此生20年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亲人、情感，只知道。 能遇上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我无怨无悔。不可。去里院，这边再高点儿，再往右点。对，好了。庄寒燕，他的伤还要再休养一段时间，我会派人去照看他。但从今往后，他不能在京城出没了。多谢姐夫，子恩，我会铭记于心。你现下终于肯信我，并无害你之心了吧？ 如今我的秘密你已全都知晓了，但若你不肯与我交底，
窃听母亲一事，我仍不能答应，这是我的底线。若你求我解救柴静之时，我再提起此事呢？我会佯装答允，事后再反悔。你倒是肯说实话。回去吧。等等，还有何事？傅云熙，我当真能信你吗？又要过年了，你近来搅出的这些风波，我都听说了。我并未出手帮你，你是否怨我？母亲能保住自身安危，便是帮我。你经历了这一遭，仍不肯离开京城。自从我归家那日开始，母亲就一直想将我赶出家门，就算是挑选夫婿，也全是偏远人家。如今，我有几分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在满是朱门大户的京城里，有人挣扎着活，有人不甘的死。这些争执纠纷，一旦卷入，便没有胜者。事已至此，你仍然不肯回头，这便是可怕之处。就像赌博，赢了想要更多，输了执意翻盘，食髓知味，越陷越深。这是人性，女儿也无法幸免。你本不必受这轮回之苦的。身为女子，这便是我的宿命。你以为你大彻大悟了，其实你只看到最浅薄的一层。请母亲明示。你觉得这世间可有公允？女儿不敢轻言。母亲想说什么？这次牺牲了朋友，下次你想牺牲什么？你还能牺牲什么？即便最终得胜，却落得伤痕累累，形单影只，又有何意义？当不公降临在你身上时，忍受是痛苦的，反抗也一样是痛苦的。这才是不公的本质。要不了多久了，先把年好好过了，很快你就会明白的。回去吧。千门万户同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新的一年就要到了，万物也有了新的生机。我也第一次理解了母亲的话。我做的这一切，
难道真的错了？或许从今天开始，我真的可以放下过去的仇恨，但我心中也隐隐不安。我似乎能感受到，这一片欢欣喜悦，并不如表面上这般风平浪静。我拿着。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别挡道！哎，老天爷呀，把杨千这儿来了，不知道从后院走啊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这样。高了，高了，往下一点儿。哎呦，别擦，别擦，擦什么呀？这刚刷的漆啊，晾一晾。你俩要是没事，到后院给我帮厨去。是。哎，这个月下香的枝叶是含毒的。去年秦家那个小孙子就是因为这种花没的，请走，请走。没一个省心的。瞧瞧，亲家将这2个女儿教养的这么好，真让人羡慕。亲家母过誉了，个个都是顶不得门户的花架子罢了。是亲家公过谦了。明日便是除夕。今天不如我们就提前喝一个贺岁酒。来，诸位请。要不咱们再等等姑爷？他衙门里的公务一忙起来，不定要拖到什么时候，不必管他，咱们吃咱们的。来来来。哎，等，先别动，先别动。对不住了，各位，今日后厨忙乱，把大事儿给忘了。很快，很快。见笑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韩燕，这是我娘家的表妹，你唤她二姨就成。我自小身子弱，傅家这些年来上上下下都是依靠她打理。韩燕初次登门见过二姨，想必这位就是庄三小姐。坐坐坐，一会儿多吃点啊。姐姐您真是抬举我了，我呢只不过就是一个不懂什么礼数的粗人，姐姐能容忍我在身边伺候这么多年，又在这后宅耍耍杀威棒，已经是我天大的福分了。刚才冲撞了各位，多多担待啊。30日，圣上说此案拖延太久，若30日内再无裴党义子的线索，便要拿我试问。云溪，要我看，这大理寺的职务，你还是尽早辞了去吧。母亲，当年你的家人皆在战乱中亡故，我和你父亲将你收养名下。这些年来，父母之命，你从不为傲，就连让你娶了庄家长女，应了那一纸婚约，你也顺从答应。可如今，你爹爹早逝，全家上下都要仰仗你而活。为娘不求你荣华富贵，只盼你和阿芝能够平安度过一生。可这大理寺一职给你带来太多祸端，妻子亡故，家宅失火，更不用说那几次3番的暗害。如今若是再惹恼了皇上，只怕……母亲，裴党义子一案，您就不必再多虑了。
我心中早有打算。要不趁着这年节，您带着阿芝和二姨一同回一南老家去探探亲。云溪，莫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？母亲您多虑了，我就是随口一提。哎呀，来了，慢点儿。阿芝，寒夜小姨，这天寒地冻的，阿芝怎么来了？爹爹说叫阿芝来讨压岁钱。小姨还未成婚，不能给阿芝压岁钱，但为阿芝准备了一份礼物。是银子。可小姨为何送阿芝这个呢？阿芝，你寒燕小姨啊，大概是希望阿芝日后长大，也能拥有自保的勇气和能力。是。寒燕小姨，这个是爹爹送给你的新年礼物。阿芝，外祖给你备了压岁钱，快去吧。只送风筝，却不给丝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呢？无论风筝飞得多高，终究要受持线之人拿捏。姐夫又想让我做什么？你误会了。我还要去找我母亲，姐夫请自便吧。今夜前来，只怕这阖家团圆之日，还有因为你想见的家人。走吗？你能带我出城？自然，但得速去速回。多谢。快想个法子。见机行事吧。上好的首饰，云溪哥哥，漂亮的首饰。你看这个，这个送给伯母，作为新年贺礼，可好？你自己决定便好。哟，这位小姐好眼力，这可是上等的点翠珊瑚珠，最衬你这般年轻姑娘。来，姐姐给你戴上。云溪哥哥，这位姐姐说这个适合年轻姑娘，不然全当你送我。伯母的另外再选。确实衬你，送你3副，再好好选选。3副，多谢允熙哥哥。允熙哥哥。好了，他不会追来了。走吧，这就出城去。
要爬上这高墙？走这里。要钻狗洞出去？你若会飞檐走壁，自己翻墙上。哎，傅云溪，你快来看！柴静，你好些没？可有按时服药？那位做饭的婆婆待你如何？都好，你能下地行走，不必担心。今晚是除夕夜，你已送了吃食点心过来，怎么又专程跑一趟？夜间城门关闭，我还以为不能来看你。幸好傅大人神通，还有小路能出来。什么小路？狗洞。咱们在儋州的时候，每年除夕都包扁食。今天我带了食材过来，让你吃一口热乎饭。好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你这双手上不能沾水，我这不是带了帮手过来。我这双手只会杀人，不会做饭。你还记不记得，有一年，我为了图个吉利，想在扁食里放枚铜钱，可我们手上半枚铜钱都没有了。你跟我说，包个石子也是一样的，我就信了你。结果啊，那枚石子扁食被我吃到，我牙齿都割出血了。你还以为我中了毒呢。自然记得。次年除夕，你死活不愿意包东西在里头了。今晚是除夕夜，我去拿壶酒来。哎，你不能喝，我来吧。傅云溪，怎么？我问你，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家人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只有他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觉得他像什么？一只孤雁，当所有大雁都畏惧寒冬，飞往南方过冬的时候，它只身飞来北方，努力地拾取杂草树枝，只为筑一个巢。你可知晓，他
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罢了，不必再说。自他入京以来，他说了无数的谎，只有一次，我问他究竟想要什么的时候，他回答时眼里只有诚恳和苦涩。他说，他只想要一个家。如今，我唯一不明白的是，你从儋州回京，究竟有何目的？韩燕自小寄人篱下，此次回京，只是想要有一个家。今晚谢谢你，只是今晚，也谢谢你救下柴静。这份恩情我会铭记在心里。来日若有机会报答，我一定不会吝啬犀利。时日还很长，自然会有机会。坐好。来，母亲，来，哎，坐下，坐下。热菜都上齐了，等人齐了，咱们就开饭。去请过西文没有？都请过3回了。陈嬷嬷说让咱们且先吃着。哎，孙嬷嬷再去请一次。毕竟啊，这是韩燕第一次回家。哎，韩燕怎么也没到啊？同傅云溪私奔去了。这孩子说的是什么话？韩燕，祖母、父亲，女儿第一次在京城过年，看把戏入了迷，爹爹恕罪。无妨无妨，坐啊。哦，对了，怎么不见母亲？哦，孙嬷嬷已经去请了。来，坐，尝尝这个。早年呢，我和你右昌叔叔通信，得知你最爱吃绿豆糕，我便寻得一个秘方，闲暇时在厨房做好了，派人往儋州寄送。这一送好多年，也来不及问一问父亲的手艺如何呀？所以，这些年来，我在儋州收到的绿豆糕，全是父亲亲手做的。卖相不怎么样，味道应该是不错的。只可惜，而今我是吃不了这东西了。那时候为了调试味道，我接连吃了2、3天，可把我给腻坏了。哎，尝尝。多谢父亲。除夕夜这天，似乎突然之间，我的人生都有了着落，像一场美好的幻梦一般。这也是我此生第一次
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只剩母亲缺席。这是我回家后的第一个新年，我多么希望母亲也能与我共度。她也确实忠于先生，但是都吃。今年除夕夜，难得我们庄府上下得以团聚，韩燕归来，希文也同我们。希文，是哪儿不合胃口吗？想吃什么与我说，我这就到厨房给你做。主母，您尝尝这个。陈嬷嬷，将我准备的新年贺礼送与诸位。希文，你有心了。主母，您破费啦。空的。老儿无功白费力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说我一个发秃吃货的脏老婆子，还要什么镜子？母亲还是照照吧，我这铜镜非比寻常。哦，有何不寻常啊？寻常铜镜只可照形貌，我这铜镜可照人心。云泥酥。希文，我记得你我刚成婚那2年，你曾给我做过。今日这是？尝尝。希文，你也吃。放心吧，无毒。希文，你说笑了。这为何是苦的？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甜也好，苦也罢，终归是自己种下的。往年只说我不来吃年夜饭，也不曾赠予新年贺礼。今天饭也吃了，礼也送了，就此作罢。陈嬷嬷，回监家阁。是。这一顿暗潮汹涌的年夜饭，母亲的所作所为，让我感觉似乎有大事发生。
娘，姨娘，姨娘，老爷回来了。老爷他被扣在宫中了。被谁扣下了？哎呦，这老奴哪里知道啊？哦，似乎是还有好几家大官人也都没能出来，只说是惹了大祸事了。快去，先去回禀主母，她毕竟是京城官家的嫡女，定能打听点什么出来。哎，是，快是。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快说！老奴方才过来的时候，听说主母把所有的丫鬟和奴仆的身契全拿了去，说是要将大伙全部遣出府呢。他这是又要搞什么鬼呀？主母开恩，拿了身契，便都出府去吧。谢主母。起来吧。我儿在宫中扣着，你不想法子去救，却在这儿拆家。老太太说笑了，主母一介妇人，又残着腿，这手再长，怕是也伸不进宫里去。可这身契是花真金白银买来的，你为何将他们都散了去？这不是明摆着，如今老爷落难，主母将丫鬟奴仆遣出去，不过是想这府里少允几条无辜人命罢了。庄府便是塌了天，也容不下你这个老妈子跟老身说话。老太太常年装傻充愣，对府里的阿杂事视而不见，怎的今日却一反常态，如此发癫？想必是照了我那铜金，现了原形罢了。你掌家钥匙在周姨娘那儿，我找她说去。哎，如烟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庄家有难，妾身无能，请主母掌家。远了。谢主母。陈嬷嬷，将周氏母子禁足拱桐院，无令不得出院门半步。主母，奴婢母子三人本是无知可疑的瓦雀，纵是飞出府去，也无处栖身。您何须将我们禁足呢？方才是你跪着求我掌家，却又敢抗命。小娘，哎，小娘，你今日莫不是吃了？为何平白将掌家钥匙交了出去啊？我最近一点祸事都不敢再犯，那瘸腿毒妇为何又要关我们？待父亲回来，我定要将他。定要如何？定要父亲将他乱棍打死。你们父亲若是从此回不来了呢？你们又当如何？回不来了。小娘，父亲呢？你们今日记住小娘一句话：你们父亲便是这庄家的天。若是天塌了，咱们都不得活命。找我何事？母亲今日大喜。喜从何来？母亲可敢说一句，今日庄府临难，与你无关。有关也好，无关也罢，事已至此，
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自然有用。若与母亲无关，那便是我这做女儿的多疑猜忌。无论今日庄府被降下何等重罪，女儿都愿与母亲同气连枝。若与我有关呢？母亲是庄家主母，与庄府俱损同担，为何甘愿拿自己性命置庄府于险境之中？之前母亲与宇文伯伯密谋大事，我百般追问，母亲却避而不谈。难道便是今日要让庄府众人一起身陷囹圄？庄寒烟，我阮希文要做什么，该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过问吗？那请母亲告诉我，父亲究竟犯了何事？为何被扣押宫中？主母，官兵已经闯进来了。知道了。老天爷呀，这是犯了什么罪过了呀？啊！官爷，你们能不能把话说个清楚啊？我家老爷到底在哪儿啊？诸位，得罪了，本官督察院左都御史宇文长安，今日持御赐尚方剑，全权彻查左行场一案。经查证，裴大夫义子其人就藏匿于今日被扣留于宫中的这些官宦之中，只待查出证据，即可捉拿裴党余孽。若庄大人无辜，府上各位自然无责释放。但在此之前，还请诸位移步义南会馆，配合本官调查。我儿如何会是义子啊？我爹爹为官清廉，绝不会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。敢问宇文大人，若是查出那裴党义子，又该如何问罪？圣上旨意，若查出裴党义子，满门抄斩。不是说圣上有政务相上，都入夜了，怎么还不见什么动静啊？是啊，这门前重兵把守，厅里又布了这么多的狱筒，这哪是商议政事？韩大人，以你的高见，这是……邓大人，难道您还没有看出来，咱们这殿中留下的这11人，皆为义南同乡？这是为何呀？宇文大人，怎么是您来了？各位大人，皆是本朝的能臣贤才，这1年来劳顿不废，敢言不吝。恰逢新政之日，本官为各位大人备下沐浴，以洗去这1年的辛劳。请吧。沐浴，这沐浴，这是圣上的意思。圣上特命本官持尚方剑，从大理寺接手左行场一案，这是本官的安排。宇文大人，不知你此举究竟何意？据说，如今已遭抓捕的裴党高层，皆曾受裴大夫的逼迫，阉割净身，以示忠心。
宇文大人，您这是想要验明我等是否残缺？宇文大人这是怀疑我们了。已有确凿证据，魏洛王的陪党义子就藏匿在各位大人之中。这怎么会啊？这叫什么事儿？我等怎么会是那阉党啊？就是笑话。哎，怪只怪我们同那阉党皆为义男出身。哎，倒是我那位亲家父兄啊，去年因故身亡，躲过今日一劫，可谓福兮祸兮。是啊，他也是义男出身呢。没错，对呀。宇文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傅平生的情况我会调查清楚。如果各位大人想早点离宫回去过个好年，就请速速配合。诸位大人，请吧。宇文大人，如何？怕是搞错了。各位大人，并无一人残缺。那位裴党一子肩负裴大福的钱财私产，或许为了躲藏身处，并不会比他阉割。您下一步准备如何？既是如此，那便只能从他们的家眷入手了。快走！咱们都压在这儿做什么呀？莫非要严刑逼问吗？老太太，别忧心，咱们老爷向来本分，这事儿定与咱们庄家无关。等到这事有了结果，咱们就能回去了。你为何独身一人？今日一早，家母已携家眷回义南老家探亲了。裴党一案本是你负责，为何突生这番变故？你可知晓什么内情？你们这些无耻鼠辈，会馆有10几间厢房，即便要传我们问话，为何非要将我们关在这阴冷的会馆之中？是呀，快别生事。对呀，此案与我们又有何干系？咱们走着瞧。若最后查出来，跟我邓家没有半分瓜葛，我非要去找宇文长安的老贼夫去讨个说法去。请诸位速速移步大殿。他曾起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。夜幕沉沉，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，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